欢迎回到正者龙树。我们正努力慢慢的探索七件和因果有关的奇怪的事情。如果它们是分开的，如果因并不是果，那么有哪些问题会出现？这将会是一个又长又难的章节。我觉得这是一篇很好的章节去复习，确保你明白这七件事情。为何是这七件事情会出现？如果我有些额外的时间，我会很享受。我会去咖啡店，坐在那里，然后说第一件为何是这七件事，第一件如何引出第二件，第二件又如何与第三件连接起来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冥想。你可以在咖啡店里做。我们现在有第三个选择，这些因和果是分开的，这是一个有关因和它所产生的果之间有没有接触的问题，它们之间有没有接触点，我们一直在找这个接触点，而坦白说是巧克力酱唯一能让它发生。而我知道你会记得那巧克力酱。这整个章节有好几个寄送，不寻常的多，有4个不同的寄送。它将探讨在不同时间出现的因和不同时间出现的果的不同选择。我喜欢称它为时区，这让我更容易记得。所以如果因在某一个时区，而果在另一个时区，这有问题吗？而他探讨了所有的排序，这些是我正在要记住的。如果果在过去，而因也在过去，他们会有接触到吗？他将会讨论是否可以有接触点。当考虑到不同时区选择的因和不同时区选择的果时，我们有这所有的可能性组合。假设果已在过去，和因也在过去。假设因和果并未开始，或者已经开始，其中一个已经开始，那么可以有 launching table 吗？这在放我们已经讲过，他们可以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和互相接触吗？那样 Upa Mayim No， 不可能，他说并不可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组合。那我们看看丘尼喇嘛的解释。如果因很自然地导致一个果 Deni Chepate， 两者之间任何一个接触点 Nanchi Ticho， 他说他们可以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吗？ Nanchi Ticho， 好吗？古贝他们必须，如果因和果之间有接触点，那么他们便必须在同一个时间，在同一个地方握手。Tim，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，意思是它经不起逻辑的测试。这个周帕不是指耐性，这个周帕意思是经不起测试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概念粉碎了，这是一个很好、很美好的表达。这个概念是经不起逻辑考验，逻辑是不容许的，像很多人一样。比方说那个结果，例如从种子冒出来的嫩芽是在过去式，它是在过去式的时区。比方说因也已经过去，现在来看看因和果之间接触的可能性，两者都在过去发生，完全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拜托，他们已不再存在了。他就像在说，拜托，他们已不再存在了。所以忘记那可能性吧。我认为他是在为我们建立一种过去的因和现在果的可能性，但他并不是直接去到那里。他说，你认为如何？在昨天已经发生的因，能否和在今天消失的果有关联吗？接着，
你说等等，它们也不再存在了，对吗？是的。它们之间能有关联吗？不，没有。接着他说，很好，现在去看另一个可能性。他正在为你建立过去的因和现在的果。但我会说，他做得很巧妙。接着我们来看这张图。是的。铁达尼号在今天能接触到冰山吗？我只是觉得，哦，这很可爱。没有它撞上冰山的图片。它们都已过去了，你不可能再谈论它了。它发生一次，然后过去完了。好的，第二种可能性。我在这里和 Tim 研究一下。我喜欢这样。过去的果，过去式的果，在过去的果。假设 Q 是马文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未来，在未来，所以一个未来的因能否和在过去发生的事件接触，和在过去产生的结果接触？但他在这里做了一些很巧妙的事，他介绍了一个词 “mageba”，意思是还未触发，还未触发。但要记住这一点，因为他将做一些鬼鬼祟祟的事，我只是在提醒你。切巴梅忒，切巴梅忒，切巴的意思是接触点，不能。未来的因能接触过去的果吗？不能。他们在不同时区，所以停止讨论它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我告诉你，它并不是糊涂的，它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大麻烦，就是刚刚过去的因和刚刚过去的果，它们有接触吗？但他还未到这里，他想让你说，你记得你说的那件事吗？红灯，红灯，红灯，然后说绿灯，这就是他要说的话。这里有一个例子，我一直忘记我为何用这个例子。这应该是未来的因。不是，不这么简单。我有更深的意思，但我忘记了。我想可能是当今流行活动。1940年的喷火式神风敢死队战斗，能影响2023年吗？因是在过去，现在中观学派会说会影响到。我喜欢用这个例子，铁达尼号撞上冰川事件，仍然影响着现实的海事法规，它仍以某种方式存在着，作为一种力量影响着，仍然影响着如何订立法律条例，但这是很中观的，我们不会这么说。好的。Yande Buddha Deba， 现在将果放在过去 Gyu Geba。 Tin， 他们在说哪一个音？这里说什么？ Gyu Geba 是什么意思？音被触发了，然后他说 Tataba， 抱歉，这有点巧妙。Tatawa 意思是现在是。他说 Geba， 接着他用了一个现在式的同位语。Geba 的意思是发生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他出生了，现在他在这里，他就这样过去了。如果你没有问这问题，你不会发现因发生了吗？是的。那是一个已发生的因吗？是的。那所以那是现在，它发生了，它发生了，就在现在。这很巧妙，但很美丽。句子是过去式 ，geba 是过去式，它发生了，所以那是现在。但这有点细致。
一个在过去的果能和现在的因接触吗？接着他说不能，不同时区，所以他也说了2次了。不同时区，他们在不同州份，一个在俄勒冈，一个在康涅狄格。他再说一次了，意思是什么 ？Tim， 那个果，是的，因为它发生了，所以它现在在这里，很巧妙。假设它的因从未发生，还没发生，它们能否？意思是未来的因还没发生，意思就是未来。这很有趣，对吗？现在式的果能接触未来的因吗？他说，他用了过去的因，它已发生，意思即是现在。好的，一个由过去来到现在的因，类似的东西。所以他在说一个现在式的果，来自未来的因。但有时当他说未来的因，他意思是去到未来，你还不能称它为一个因，直到他给出一个果的时候，在没有结果之前，你不能称因为因，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因，直到有一个果才是。但当果一出现那一刻，因就过去了。所以因通常是在过去，他们还未成为因，直到他们做一些事情才是。但那样他们就已经过去了，但他们是现在式，因为他们已做了一些事情。现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因，现在他们成为了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接着，当他想摆脱现在式的因的想法时，顺便一提，你认为哪一个是真实的，哪一个是对的？过去的因能创造出现在的果，对吗？昨天创造了今天，这是可以的，对吗？学生说，或者未来的果，是的，或许可能间接的是未来的果，所以我们通常这样说：和昨天的事件接触，昨晚我和一个对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在同一个房间，今天我就可能会有新冠，我们还不确定，这是我们说的正常的因和果。每当他接近正常时，丘尼喇嘛溜到侧门。他补充说：“从他自己。”他接着说：“从他自己。” Naboniki， 一个刚过去的因能否从他自己创造一个现在的果？从他自己那边，当以现在式你开始想问他时，他走了。马因得，他也是从自己那边开始。好的。过去的因和那个在未来才被定义为因的因，即使它们是分开的。那个已发生的因和那个当果出现后才被称为因的因，即使它们不是相同的因。我再说一次吧，需要吗？在昨天作为一个因，在昨天作为一个现在的因，因为它只能在今天才被称为因，因为果在今天出现了。他说，即使它们是分开的。听好，他说，他在这里说了一些有趣的事。他说，听好，我认为他正在说中观。我认为你可以开始说说果的前端和因的末端。
好吗？不错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谈到那里，因的末端触及到果的前端的某一处，但只是在概念上，只是在意识里打开的种子和巧克力酱这概念上，明白吗？酷吗？”接着他又说：“哦，中观，我们没有这些问题，为什么？我们有果的前端，和我们有因的末端，这就是这些触及彼此。然后你说，但问题还是一样，他们不能触及彼此，因为他们同时在现在。接着他说不，如果巧克力酱同时覆盖了它们，你可以看到因的末端、果的前端和巧克力酱，那么你就得到因和结果，因为你的意识创造了那个因和结果。而对此他感到很自在。他说我们喜欢前端、末端和巧克力。呵呵，这是他所说的。跟着念 Chana Kiyu Chana Chiyu， 第二行的却 Chana Chiyu 的意思是的，我们是有前端和末端。Cha 的意思是末端，对吗？ Cha 的意思是因的部分，因的后面的部分，和果的前端 Cha， 两个情况也叫 Cha， 末端，但是在最前面的位置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我在这里写了一个例子。我写了很多关于韦伯望远镜的事。我们在这里会有宇宙大爆炸之类的，望远镜升空了，它运作良好。我正在阅读它的历史和里面的所有的仪器以及仪器的历史。最好的红外线望远镜差点被取消了，因为它晚了20年，以及价格超过50亿美元。他们每天都延迟发射，他们最近延迟了几次，每天需要花100万元来保存它，妥善的存放等等。他们不得不把它带到法属几内亚去发射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为何我谈这个？哦，当你通过韦伯望远镜看到宇宙大爆炸，希望这是可行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宇宙大爆炸的最后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旧的波长，它们是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仪器要存放在一个温度很低的地方，这是很酷的。顺便一提，你将会直接看到过去，直接的。我不知道那对龙树大师有什么影响。望远镜是现在的事件，望远镜是现在的事件。进入望远镜的粒子是过去式，它们是宇宙大爆炸的一部分，它们仍然飞出去。你可以以3角定住在宇宙大爆炸的位置。如果你有一个足够灵敏的仪器，你可以说这粒子撞到这里，这粒子撞到这里。宇宙大爆炸在那里发生，80亿年前，810亿年前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这带出有趣的问题是，现在的果是否会被一个还没有来到的因所触发？好的，这里他有时会有点作弊。他说无论如何管它呢，如果某事物自然的存在，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过去和现在。所以如果某事物存在，它有趣吗？他说如果某事物是自性存在，准备好吗？如果某事物，我知道你喜欢这东西，那是你在印度击败的格西吗？是，学生说是的，是的，我记得他击败了2位格西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，开始吧。如果我记得这个问题，一个自性存在的事物，有可能是过去或未来吗？学生说不能，我们会说不，因为它们包含了自性存在。如果它是自性存在的，它应该会是实有的和在当下的，它不应该包含任何被概念化的情况。这是个有趣的概念。丘里喇嘛的意思是，如果是某事物是从概念而来，它不可能是自性存在。这是一个大的疑问，一个你们可以在家辩论的问题。
学生说，如果某事物是从概念而来，学生说它不可能，它不可能是自性存在。学生说不可能是吗？不可能。明白，学生说明白，它不够坚实。例如过去和未来是从概念而来，这是个有趣的论点。他这里说 Q 那 K 巴米鲁韦，因为它是自性存在，你不能说出它是过去或未来，你不能说它是过去或下一个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明白吗？这很有趣。所以现在，如果我们有一个还没发生的果，所以即是学生说来，未来，马问来，如果果在未来 ，QK 巴达塔巴，但因已发生的意思是现在的，很好。未来的果，现在的因，但我还会给你一个未来的因，它正在探讨未来的果的可能性，而不是现在就是未来的因的可能性，两种可能性。马温巴党，得把你党，听着。那我们回到过去，现在你有一个未来的果，和一个不是过去就是现在或是未来的因。为了让他们接触，让心给用马印。如果他们全是自性存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问我，它是有点便宜的，为什么？好的 u d e d a d a n i 过去式的因和现在式的因对应于未来的果，两者是在不同时区。我们可以直接取消它们。过去，我再说一次，过去的因、未来的因，我们可以直接取消，因为我们正在谈未来的果。顺便一提，有人会问，那未来的因呢？那未来的果呢？他说什么？我们说，你还没有谈到未来的因和未来的果。他说，它们并不存在。你想，你想我说什么？你想我说什么？他们触碰到某事物，或是他们没有触碰到某事物，他们还没有发生，不存在在那里的事物，怎么能触碰任何东西呢？你为什么问我这个？这是个很愚蠢的问题。我们以为它很有条理，涵盖所有过去式、现在式、未来式。但他讲到未来时，他说不要跟我说这个，为什么？它还没有发生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本身没有接触，而你不可以说因以自性存在的方式触发果，它就这样完结。每当我在想触碰这事，我在想，就像一直最期待的触碰一样，我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没有触碰，他们并没有触碰，对吗？但我们在这里，好吗？如果你说，抱歉，去个研究的，他这里有些吊诡。他说，如果因和果之间不可以有接触，那么你不可以说因接触了果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因和果之间没有接触，那么你不可以说因起作用去接触果，基本上是相同的。你不会由此讨论，因为
既然因和果从来不在同一个房间，那么他们谈不上触碰，甚至自信存在的触碰。而且苏达尼，如果他们真的在同一个房间，什么因和果？如果他们两者也都在现在，那么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果已经在那里了，那么因失去他的工作了，他要申请失业，因要申请失业，明白吗？好的，我甚至没有准备去展示图片 ，Tim，因为我们接着在这里有什么？哦，好的，我在想这男士是在起跑线，亦或是在终点线，这就是重点。是你决定这是否是一张好的图片。我不得不说，为这件事去挑图片是很难的。Tim，下一个圣言是什么？让我们这么兴奋。狼人，耶！你想知道我们对这一切的看法吗？再一次很罕见的，他给我们这个选择，那是丘尼喇嘛给的，不是龙树大师。我们开始正者龙树的部分。在我们体系，这很有趣。嫩芽绝不会和间接因即时接触。嫩芽绝不会和间接因即时接触。间接因的意思是，那颗在冬天在你的书桌抽屉里的种子，相对于春天之前长出嫩芽的种子，那颗在冬天在你的书桌抽屉里的种子，就被称为间接因，而那颗刚长出嫩芽的种子就被称为直接因。现在丘尼喇嘛在这对话中投下这枚炸弹。现在我们来区分直接因和间接因。我认为嫩芽从不会触碰到它的间接因，这合理的。嫩芽从来没有触碰那颗12月还在你抽屉里的种子，在你种下它之前，这是合理的。但是我们的确相信嫩芽会在春天与直接种子接触。即时因的最终一刹那与果的第一个一刹那必须有接触，这就是 random。果的前端与因的末端必须要有接触，但只在你有巧克力酱时才有可能，明白吗？因为这是一个概念，它不能以一个物质现实存在，其他事物也不能，但这是另一个问题。好的，我喜欢这张图片，他们正在接触，后车的车头与前车的车尾正在接触，左边的车是因，抱歉，那一定是果。果的前端正在触碰因的末端，诸如此类的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找这张照片，很可惜它们只有一点重叠，但可能它们必须要，这就是称为接触。丘尼喇嘛说，如果因的末端与果的前端从没有接触，这有可能在它们之间有别的东西，它们不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，一定有什么在它们之间，即使只是时间，那么它们就不是直接因和直接果。同样的，我们必须说某事物，例如嫩芽，甚至像嫩芽那样，
必须要有前端或末端，与下一秒的刃牙接触，在下一个毫秒接触。刃牙的第1毫秒的末端必须与刃牙第2毫秒的前端接触。现在他说 Tanedu 100美元，谁来回答 Tanedu？ 学生说传统上，100美元，你得去找静美尊者那里领取。他今天不在这里，但他是我的银行家。顺便一提，他管理我所有银行的事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的账户在哪里，我不知道账户号码。如果他有什么事发生，我要停止所有的赌注。你不知道有人去承担这个痛苦是多么美好的事。这给我很多自由时间去工作。今天他给我发了封邮件说，这是重要的股票通知，有关你投资组合其中一支重要股票。他说你要看吗？我说不要，你看吧。如果我要做任何事，让我知道。但你不知道拥有这样的人是多么美好的。任何时候，两件事物按惯例的相遇，如果他们按惯例的接触，忘记终极这东西，忘记自性存在，忘记来自他自己，从我这边来会怎样？从我的角度来说，从我这边来会怎样？是的，他们必须接触，和他们会在某个末端接触。现在他说了一些有趣的事，去想想。choke 这个 choke 字没有 n。Tim 50美金。Tim 说优越的，不，没有 n。学生说不是优越的，对，他的意思不是优越的。choke 没有优越是什么意思？它有2个意思。choke 意思是没关系 ，choke ge 的意思是我可以吃1块爆米花吗 ？choke ge 我可以吃1块爆米花吗？可以的，没有 n。有 n 的话就是 quick， 意思是三宝，但没有 n 的话是 choke， 意思是可以的。如果我们正在谈前端和末端，如果我们正在谈巧克力酱，那么我们可以谈前端和末端，因为这本身只是一个概念，如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，这只是由业力种子所产生的图片的结果。如果这就是所有的规则，好的，那么你可以有前端和末端，因为只要是你的种子产生，什么都可以，这就是现实。Chepe choke 可以的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 choke。Key 但是这里的有个但是小字。南星 Kikena 如果你想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特质接触，而不只是通过我的业力所产生的发光图片。如果2个本身存在的事物曾经接触，那么因的每一个部分必须和果的每一个部分接触，就像2个网球占据着同一个空间连接的，它们必须第一个球的表层必须是第2个球的表层的部分，在球体里的每一个点上。而他说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。如果它们是根据定义而存在的话，如果它们是根据定义而存在，你不能说边沿、前端和末端，那么你不能说这个球碰到前端和后端，这个球碰到这个球的前端，我们必须要这样的。我有个关于这点的图片。哦，很抱歉，这是有关巧克力酱的意思。白色汽车的部分和红色车的部分之间没有空隙，这就是巧克力酱。这是极深的。如果它们是自性存在的事物，那么无论是因或果，然后有部分的果是没有接触的，
有部分的因也是没有接触的，然后因和果必须要有几个部分，那就是缘起。这部分任何事物就是缘起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从乌帕拉尊者很杰出的翻译中得到的一个有很大很大的领会。如果事物的某个部分它们不能自己存在，因为如果它们有部分，必须有什么东西将它们连在一起，而那就是巧克力酱，明白吗？任何东西这部分必须是缘起，这是最深层的意思是，这取决于在我意识中打开的种子，巧克力酱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，左边与右边就不会自然的连结，前端与后端就是没有自然的相遇的地点。那么前端会在这边跑来跑去，后端会在那边跑来跑去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将它们连在一起，只是你的业力将它们连在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让人搭你的车，以让你的车能保持运作。他就这样啊，我不是开玩笑。如果你不让人当你的车，某些零件就会坏掉，某些零件就会瓦解，很酷。好的，7个字中我们谈了多少个？3个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我就这样祈祷着我能把它完成。我非常想继续一些更清楚的事情，但这就是你到达那里的方式，你慢下来。我想我们去到4点10分，听好吗？4点10分。当你开心时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那是挂在冰淇淋店的墙上，那是我和文诺丽卡成长的地方，它还是在那里，但冰淇淋换了。不是，呵呵。好的，果被因触发，要么没有那个结果，要么没有这个结果。果是否以任何方式存在因之中？我们好像已经谈过这个部分，但当我复习和检查我们有没有谈过时，我们没有谈过独立的因和果，我们谈论过因和条件的收集，以及收集的结果。果是否存在因和条件的召集和汇合吗？而我们已经讨论这个了。现在我们把因分离，但得到相同的结果，但这实际上是不同的对话。果是否某程度上存在于因之中？我视它为就像妈妈肚子里的胎儿一样。果是否某种方式存在于因之中，然后它出来？这是否是一个预先存在的情况？我们可以讲完这个部分，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。这是很典型的龙树大师的诗。如果果没有因在里面，如果它没有因，如果果如果因从一开始没有果在里面，如果因从一开始没有果在里面，没有像胎儿那样在妈妈肚子里，那么因是如何产生果？就像婴儿突然出生一样，不在妈妈体内，那么婴儿是怎样出生的呢？假设他不是在那里，假设婴儿是在妈妈体内。第3行，如果因并没有预先存在的果，那么它是怎样给出结果？它会如何给？注意第2行和第4行是一样的，这是龙树大师好玩的地方。2种方式都有问题，让我们来看看。假设因与果没有关系，
丘尼拿妈莫伊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关系。好的，感谢。我们不是要讨论空性的深层意思，我们只是在说空的口袋，没有信用卡。如果因里头并没有果，根本没有果，意思是没有或空的。不要与空性虚大混淆。他说：“那有什么问题？如果当果不是存在于因之中，接着因发挥它自己的作用，然后果出现，这有什么问题？”米切得，10 $100。阿手，谁来回答？丘拉 ，Marky。学生说：“水来自水。”是的，我会分每人一半。你要这么说吗？但你要这么说吗？好吧，30-70吧，30-70。学生说：“我们每人一半吧。”好的，你们每人一半。阿寿，他给我机会。阿寿说：“他给我机会。”这是一句简单的陈述，但有很深的理念。这是佛教中很常用的表达，意思是你不会搅拌水来制造牛油。为什么？水中没有牛油的潜在可能性，但牛奶中则有牛油的潜在可能性。它采用潜在事物是有效的，好吗？如果你不搅拌水来去获得牛油，但你会去搅拌牛奶去获得牛油，有些东西存在于导致果的因的时间上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对吗？这很有趣，对吗？他正在说潜在结果的有效性。为什么这点与这里有关联？如果结果，抱歉，如果果是自己存在，而不存在于因中，那么你就可以从搅拌水来做出牛油。明白吗？比方说，如果因对果是无效的，那就是说，例如因的确有潜在的果在里头，就像牛奶里面有潜在的牛油，但它是如何自己存在而产生出结果，是因为这里没有制造牛油的理由，因为牛油已经在牛奶中了。为什么要制造牛油2次？他皱着眉头，因为他要处理很多他工作可能产生的结果。他昨天印了2本书，他1个月就完成了，那是之前10年都没有完成的，而他已经做了6次了，这真的很酷。金刚经的电子书已出版，心经电子书在昨天或今天出版，他们像婴儿出生一样。罗莎问了个问题，有没有一个潜在可能是因为存在于因的时间里，接着真正的果出现？所以这里有什么矛盾？如果你在因的那个时间里有一个潜在的果，然后在因的运作之后，你得到真正的果，我稍微会问 JB， 我看到他正在思考，我也思考他，但我不会回答他，稍后由 JB 回答。他一直重复着，如果因已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在它里头，那么他没有理由去制造真正的果。这就是他会说的。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。是的，就像我的老师会说，这需要更多讨论，但不是在今天。好的，下节课见。我们会讲到7个之中的第5个。
耶。